空军打不开局面，海军也没有用武之地，俄罗斯两大盟友没起到作用，谁说的？看把美国给紧张的。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一直以来，俄罗斯都在强调俄罗斯的盟友只有海军和空军，但是俄乌冲突持续到现在呢，俄罗斯这两大盟友好像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尽管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打了乌克兰和西方一个措手不及，但是俄罗斯的神兵天将却把自己玩成了一支孤军。俄罗斯也并没有完全掌握乌克兰的制空权，而乌克兰的战机虽少，但仍然是能够在天上飞。西方后续呢给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还进一步的帮乌克兰夺回了一定的制空权，让俄罗斯战机无法肆无忌惮地进入乌克兰的领空，尤其是更加深入的乌克兰西部地区。所以现在俄罗斯空军呢，在冲突中的表现，就是在利用精确制导导弹对乌克兰的军事设施以及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发起远距离的打击。甚至要不是俄罗斯的战术不再保守，可能乌克兰的基础设施都不会在打击范围之内啊，没有大规模的空袭活动，俄罗斯空军就更加没有存在感。而同样，俄罗斯海军的处境呢，跟空军的类似。敖德萨登陆后，又不得不撤出了敖德萨。俄罗斯海军看似继承了乌克兰大部分舰艇，基本上完全掌握了黑海。可是乌克兰利用无人作战平台，仍然能够对俄罗斯的海军基地发起袭击，这也给俄罗斯海军带来了不小的损失。甚至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都可能是被乌克兰给击沉的，这也导致像现在的俄罗斯海军，就好像只剩下利用口径能导弹配合对乌克兰境内发起一些打击的作用了。那么事实真是如此，俄罗斯的这两大盟友真的就没起到什么作用吗？至少美国就发现，在黑海集结的俄罗斯海军的兵力瞄准的从来都不只有乌克兰，同样对黑海沿岸的北约国家起到了震慑作用，并且随着俄乌冲突越来越激烈，俄罗斯海军的核潜艇就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地中海以及美国的海岸附近。美国呢也为俄罗斯核潜艇频繁拉响过警报。与俄罗斯核潜艇出现在美国以及其他北约国家海岸附近相对应的是，俄罗斯的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也同样在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周边空域活动。而俄海军和空军这种直接贴脸威胁美国和北约的举动呢，也在很大程度上给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减少了不小的压力，是俄海军和空军的直接威胁才让美国和北约投鼠忌器，不敢尝试彻底将俄乌冲突推向失控。所以说，谁说俄海军和空军就是打酱油的呢？最后可能冲突都结束了，这两大盟友都只能在一旁鼓掌，看把美国给紧张的啊！俄罗斯海军在俄乌冲突中没起到什么作用，也只能说对手实力太弱，而乌克兰海军根本就没办法跟俄罗斯碰一下。俄罗斯海军和空军起到的作用呢，从来都不只是战场上发射几枚导弹这么简单。而在乌克兰战场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存在感，却在整体的俄乌局势中起到了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战场之外的美国和北约的威慑就足以把俄海军和空军的存在感拉满，帮助俄罗斯更好地完成特别军事行动。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